你看，直接就是它这里可以亮点，这个地方啊。 你看这两只互相一交叉，是吧？哎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交叉不是交叉的话，不是太那个，你可以很简单，把这里再交叉一只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才下来一点。我们看现在哈，稍微的寥寥的画了这么几只以后。 啊，画了几只，马上这个树的感觉这就出来了，是吧？马上树的感觉出来了，然后把这些地方啊，还是说了，把后面画的深一点，画的深一点，它深了以后，后面我要把瀑布我把它衬出来，是吧？后面把瀑布把它衬出来，效果更好。好，把它衬好以后。 我们就换支笔，将就这个颜色，将就颜色，画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画很小，而且边缘啊又有这些哈边框这些哈，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大的那个太大的笔就容易怎么样呢？画到外面去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哎，我这个小的啊，我就用小笔啊，我用小笔来把它给。 画小树枝，啊，一边说哈，有点不平，我们就把它弄平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就平了。这次我们带大家出去写生的，哎，专门看了一些这个。 树啊，这些，它有些大树啊，这种树枝、树干这些非常的精彩啊。有时候它，比如说，有时候画一只出来，这个树啊，哎，它还弯弯曲曲的。行笔一定要稳，不要飘着走。 互相穿插，你看，又穿插一只。注意它的穿插哈，这种重要的树枝，它的穿插的变化要有变化。行笔你看都非常的慢，特别是画到边缘，哎，注意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要穿插一下，是不是？把这个画好以后，你看这个树枝，现在大家觉得漂亮吗？啊，就是虽然只有几只出枝。但是它整个的感觉，哎，就出来了。
啊，把这里画完以后，哎，我们这里大家看，再出一支，这个支就更加的什么样呢？因为它是后面一点的，就更加的深，是吧？就更加的深。好，然后这些出支，哎，再把它穿插一下。你们看，我们画的所有的树枝哈，几乎每一个树枝都是怎么样呢？啊，都是带弧线的，都是带弧线啊，不要去。我觉得，哎，有必要给它穿一下，有必要给它穿一下。记住，这个地方有瀑布，啊，然后这个树枝就不要出很长，可以稍微少出一点点啊，有点感觉就够了。好，大家看哈，我们把这个画好了，基本上画好以后，哎，整个这个树啊，有些小树干，把它画一下。整个这个树就画好以后，当然一会儿下面有可能还会画一点哈，我们到时根据情况来定，根据情况来定那个，哎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再稍微的出来一点点，稍微出来一点。把它画好以后，树干让它稍微的干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路把它画出来。好，这里这个还是一个转折的，我们可以先把路画出来哈。你看，也用这个小笔啊，也用这个小笔，在画的过程中呢，笔上稍微还有点干啊，有点湿，把它稍微擦一下，来把它稍微擦一下。大家看我这个用笔啊，有些地方用的比较虚，是吧？有些地方呢用的比较实。把笔打扁了，啊，基本上压平，在画的时候，哎，啊，越往后面走，你看到没有？越往后面越宽，啊，越后面越宽。这个时候要注意啊，而且边画边怎么样？边虚。哎，大家看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哈，通过抻插。该清晰的地方，这个啊就非常的细，非常细，线条很清晰。该虚的地方呢，基本上线条啊就非常的虚，是吧？整个出来以后，它这个就有变化。哎，我一直跟他说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啊，虚实关系一定要掌握好啊，一定要掌握好。越往后面走，线条细一点，但是呢还比较清楚。哎，这里
这里有块石头，它稍微起来了点，是吧？它稍微这里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就把路挡一点，这样子它就有一个什么办法？就有个哎，你看这个路弯过来以后，被挡一点以后再露出来，是吧？感觉是不是就更好一点？把这里画完以后，我们可以拿着这支小笔，将就把后面这点啊，把它加出来。比方说我们这里。是不是一笔就把它拉过来以后，哎，趁着这个笔，你看这个笔虽然很小啊，我们把它拽过来以后，它照样可以画出一些线条出来，只是后面了稍微淡一点，也虚一点。它这里把它画的比较，你看，只要不是画成一块死墨，是吧？这里面感觉哎有些变化，染色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就把它染下去了。现在我们再看这条路，是吧？它就到后面去了，后面去，反正不管它干什么，这里景色很好，是吧？这里景色很好，它就通过这个转动以后，哎，这里呢，说不定就有个这个平台上，他们有些船啊这些哈，在这里钓鱼。现在不管它，现在差不多顶上的这个也差不多了，顶上差不多以后。我们可以拿一支单支的点字笔来点，因为这个太小了，是吧？太小了，用一支单支的点字笔。我们现在调点颜色，这张画呢，这个树叶啊，都是有一些这个色点稍微提了一下层次的。那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用色点提下层次，所以说在点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墨啊稍微点的多一点，你看基本上我们点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是吧？在点的时候就要注意点出这个树的一些比较好的形状，特别是点的边缘啊，特别小心。一会儿说不定拿那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中式欢来点一下，中式欢的点一下。它这个因为一点上去的话，点字笔的笔头很大。你可以点下面，你看点出来效果很好，是吧？哎，点上面的时候控制不好的话，就容易出问题。单支的点字笔呢，没有那个三支的那么好点，但是基本上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哈。你看我把它下面都点了以后，基本上树的形状都出来了哈。这个时候我拿一支中式欢蘸墨，它这个相对而言呢就比较小一点，就是笔头比较小一点，就把这些地方。
相对而言你看就是说它就不容易点出去。把它点了以后，哎，有些地方大点，有些地方虚一点，有些地方实一点。这个点特别要小心要把它该实的地方点实了，该虚的地方点虚了。你看，像这些点子大一点，把它的树枝稍微长一下。好，把下面擦一下。现在你们大家看大家觉得哎，这个树还不是太舒服。一会儿我一染的话，马上该透气的就透气了，因为现在亮点还特别多，是吧？亮点还特别多，所以你会觉得还有点花这没关系。哎，大家看哇，这个树画出来以后，就比我们画册上呢这个树呢，这里的空间就留得更多一点了，是吧？就留得更多一点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一些点台直接可以蘸胶墨，通过一些点台把这个树稍微点一下。点台的目的就是说，你觉得它有些衔接不是太好的地方，通过台点。让整个树这些舒服一点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再通过台点，你比方说我们下面这些30，有时候加一点台点，也是可以通过台点把有些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关系。在关系上也是把它稍微点一下然后呢，可以用这个中使环也行，中使环蘸刚刚那个比较深的墨，你看可以适当的。稍微点一下，是吧？在下面这里也是这样子的，稍微把下面点一下，点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，还有点时间把船画好。
哎，你看，把这里点一点，点点以后，当然这地方也是看情况哈，到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些点子啊。画册上这里是有这个一块石头啊，这些弯过来，我们这里说不定啊，就根据这个把那个树稍微长一长。有些地方还需要点点子的，这个墨都是胶墨啊，都是比较深的墨。哎，通过它，又把它跟上面稍微衔接一下。我们就说了，我们画画就是把各种关系把它处理好。好，把它画好以后，我这里就开始画什么？画船。画船，我们调点颜色。你首先第一，哎，我加一点这个珠标、胭脂，调一下啊。就主要是调点带色、带颜色的感觉，但是墨呢还是比较深。你看，带一点点暖色调啊，用比较尖的笔，我们画到哪里来？我们可以画到这个树的后面。当然，我们到时候再看哈，这个树是不是再高一点啊？这是再想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画个船怎么画哈？船很简单，它基本上就把这一笔画好以后呢，然后。我看笔上水分还比较多，因为画这个呢水分少一点。哎，把它是吧？把这个棚子、船棚子画出来。画了以后，我们现在这个船啊，我要它是那种席子的啊。这个以前的船，很多船都是用席子。就用竹子编的用竹子编的，你看这个很简单哈，3根线为一体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看，让大家看。互相交错，就跟砌砖头一样的，互相交错。画完以后，稍微擦一下，然后这个里面是比较深的，这个里面比较深。把这个画好以后，比方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来？哎，把这个船这么一画，船头。你看船头把它一画，画了以后呢，其实我都鲜明盲画的这边啊，里面我先画一个，大家看，哎，戴一个草帽是吧？戴个草帽，然后缩力是吧？然后缩力，最后呢，它的脚呢就放在上面，盘在上面。这有一点点，这么坐在上面，拿个鱼竿，这个时候笔尖一定要尖，
我这支笔呢已经，这是那个面试班的学员，你看到哈，这支笔其实已经用的比较这个久了。我们拿那个。啊，是吧？有点这种感觉，然后有根线掉下来也行，不掉下来也可以，很细的，好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管它里面是什么，你就让它这样子，好，把它画好以后，再画船中间这结构，它正好坐在上面。这个船肯定是有厚度的，是吧？把这个船画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另外还有一个船在后面。好，把这个船画了以后啊，你看我们这个船呢是在后面，也是一样的。哎，也是一样的，把它一画，画了以后，稍微有点感觉就是了。船的厚度画出来，哎，这个船在后面，这个船在前面，也是一样的哈，你这里后面就少一点，哎，也少一点，画有擦一下，是吧？这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干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画两根比较长的，这个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上，差不多要高一点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画高一点，是吧？根据情况吧，你可以画3根都行，说不定后面还有一个船呢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画一根在这里，是吧？好，然后有一根呢，稍微小一点，跟它挨得近一点，还有一根呢，又往这边靠一点，哎，就这样子3根，是吧？把这3根画好以后，把这个渔船的，把这个船啊，小船的这个把小船的这个倒影画出来。你们倒影怎么画呢？很简单，将就这个笔，把它一洗，剩下的淡墨就是画倒影的这个。当然也别太淡了，太淡了以后倒影看不出来。哎，把这个倒影啊，你看我们画了以后，再调一点点，深一点的，在它的根部再擦一下，这里被树挡住了，是吧？这里被树挡住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点。这个桅杆
这里看不到了，无所谓了。好，然后这个人。有点倒影啊，这些，它那个水有点波光粼粼的感觉，把它画出来，是吧？好，把这个船就画好了。一会儿我们再画这个水的时候，再稍微拖一点。我们整体看一下，我们前面用了1个小时哈，用了1个小时把这前面这一块，我们把它画出来，好，几乎是画了一半的空间。但是真正的它占了这么大的空间，但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他们啊，并不是他们。它是后面的瀑布，当然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，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哈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接着再画后面的瀑布。